再来呢，就是我们有提到所谓的上课法，在前面1到9度角的时候，其实我大概已经有说明到我们上课的方式了。其实当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其实不需要讲太多，这个一下就可以带过。其实就是告诉你们面朝什么样的角度、什么样的方向，以及再来就是我们所谓的在做动作，假设它有4个动作，我们会喊1、2、3、4跟动。动就是1、2、3、4一次做完，然后1、2、3、4就是照着1、2、3、4做。然后跟你讲左边就左边，右边就是右边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然后会特别的告诉他们不要去猜，不要去想，也就是很多学生会习惯，我告诉他1、2、3、4，他脑袋里面就会留着这个节奏，他就会开始1，然后就算没有听到，他很自然的要开始做2。这个是超级大忌，所以麻烦大家不要去做任何的猜想，包含你今天练任何东西都一样。你不要去把你练的动作都当作是理所当然，然后你现在摆好的姿势、站的位置都是为了这个动作去做，然后你每一次的动作都不做归零，也就是你每一次踢完回来，你就是一个已经踢完，然后再踢，然后再踢，而不是我今天从没有的状态出腿，然后回到0，没有，就是我没有任何准备，没有任何的预备动作，砰，出腿踢完再回来。你一定要习惯在练习的时候把你的动作给归零。否则，一定有些人会遇到，奇怪，为什么我每一次的第一下都做得不好，可是我接下来连着做，越做越多，哇，威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有劲。那通常都是因为你的动作越来越大，你蹲得越来越低，你的重心越来越倾向某一个方向，让你变得更容易能够去做这个动作，才会让你觉得我好像越来越猛。可是只要你每一次的第一个动作回到原点再开始，就是零蛋。你就是又要重新去调节，然后你又要开始慢慢的这样子去累积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问题，那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不好。我会强烈建议大家，你一定要有习惯从0开始。就算今天你在做任何的动作，你一定要去练习。我的动作都是从最原始的起点，也就是比如说，好，我今天像截拳道500个攻防姿势3，我就是从这个姿势开始。我不要这个姿势为了我要出腿，我要先去调一下身体的角度，然后先蹲低一下，还是先去移重心，为了要方便我练这个动作，这是大错特错。因为你不能让你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在做了准备之后去做，而且还不是只是准备。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习惯，就会导致你每一次要做这个动作，你都要有一个启动，你都要有个仪式化的状态，你才能够正常发挥，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。